早在小米15上就有一個功能，很多人買了可能都不知道，它叫做小米星辰無網通。沒有手機信號，也沒有 WiFi 的時候，理論上2台小米手機還能夠直接撥打電話。而到現在都到了26年了，之前一直沒有機子測。那咱們這期視頻就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用，到底能有多遠，能不能當個無線對講機？它最早是在24年小米15的系列發布會上出來的功能，據說是空曠環境半徑3.5公里內都能夠做到雙向通話，信號穿牆能力達到了7層。後面 Redmi K80 Pro 還針對端側和高通芯片做了聯調，官方把空曠極限場景口徑提到了6公里。但這個功能出來挺久了，網上卻幾乎看不到幾個真正按照日常環境去測的視頻。我一直很好奇，所以咱們今天就來看看它怎麼開、怎麼用，後面再按照我們平时會遇到的環境再給它跑一遍。大家好，我是雲飞，咱們現在這就開始。首先，無網通它並不是說所有的小米手機都有，它需要手機本身支持這個功能。我目前從公開資料和實際入口裡面能夠確認到以下的機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因為這個功能和系統版本、地區以及後續 OTA 都有關係，所以這個名單不一定完整。所以你可以按照我下面這個路徑，在你自己的手機裡面看一下它到底有沒有。除了機型支持之外，手機裡面還要插入一張有效的這個 SIM 卡，登錄小米賬號且打開藍牙。這裡大家注意，無網通雖然要求插電話卡，但真正通話的時候並不會走運營商的基站，也不會消耗手機的流量。它主要是基於藍牙通信能力和小米自己的協議，讓2台支持無網通的手機直接進行點對點的一個通話。首先打開手機的撥號界面，然後在撥號界面裡面進入設置，注意一定要是拨號界面的設置。如果你從聯繫人界面進入設置，那打開的就是聯繫人設置，裡面是找不到無網通的。在進入拨號設置之後，點擊移動網絡，然後一直下拉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无網通。點擊進入之後，默認情況下可呼叫我的人是關閉的，地震時啟用也是關閉的。我個人建議大家可以把地震時啟用打開，這樣如果當地發生地震，系統會自動啟動无網通，多一個能夠聯繫到附近的人的可能性，總歸是好的啊。然後在可呼叫我的人裡面，可以只選擇聯繫人呼叫，也可以選擇所有人。當然建議是選擇所有人，因為知道這個功能的人並不多，盡可能這個幾率大一些嘛。打開之後，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有2個比較重要的能力。第一個就是可以發現附近同樣開啟了無網通的小米手機，然後直接發起語音通話。第二個就是向附近人展示我的位置。打開之後，對方除了可以看到你的這個撥打界面，還可以看到你大概在什麼方位什麼相對的位置。真到了戶外走散或者網絡中斷的時候，這個可能比單純的能夠說話還要更有用一些。另外，它這個定位其實更接近於對講機所以接通之後會默認使用外放。功能和打開的方法我們已經搞明白了，但官方講的是公里級，那實際到了有樓有牆有樹的這個普通環境裡面，它到底能剩下多少的能力呢？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測。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這個定位準不準確。现在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地圖模式。我們首先直接撥打一下我們已經開好的另一台手機。哎，浩哥你接啊。好，然後現在我們已經開好了，就連接上了。那麼連接上之後，我們可以到這個地圖模式裡面去看。然後這是我的位置，然後這是小伙伴的位置。哎，你別說，这個感覺還挺準的哎。然後我現在稍微走遠一點啊。然後我轉到另一邊，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路線。那就這樣隨便走一下。哎，我這個好像沒刷新哎。浩哥你也動一下唄。好的，等一下。啊。其實在這種啊，我在路邊走着，我在往那個紅綠燈那邊走。紅綠燈那邊就我們來的那邊嗎？對，我到這個公交站台了。你別走了吧，我怕待會兒沒信號。但是它現在沒有刷新啊，我現在再重新進一下這個地圖模式啊。哦，它這個地圖模式並不是實時刷新的。啊。
我们發現這個地圖模式並不能實時的刷新啊，就是它可能需要你那個叫什麼啊，可能需要你重新進入一下，它在裡面是不能實時刷新的。但是你重新進去，它这個是能刷新的。重新進去的話，它是能夠加載一下你的這個信息。所以這個地圖模式其實肯定是有所作用的，但是它按道理來說應該是能夠做到實時刷新啊，畢竟已經連上了這個藍牙嘛。OK， 那咱們就接着去測它的這個通話啊。然後我們來實際測試一下它的通話。OK， 現在我們已經開啟了屏幕錄製和我們的這個無網通，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情況啊。好，開啟我們的這個副卡。好，浩哥看一下手機。怎麼了？有沒有電話過來？沒有。沒有嗎？沒有。沒有那個什麼無網通的過來嗎？沒有。啊？不是出師未捷就是嘎了吧？現在還沒有啊？沒有。這刷新附近的人都沒有你。你是不是免打擾了？不是免打擾啊。我只開了飛行模式啊。有沒有可能就不可以飛行模式？可以啊。是嗎？那附近沒有你啊？不是啊。我操！不會就是因為這個，所以沒有人測這個東西吧？對呀，沒有問題啊。為什麼？好，对了，好的。好，現在是成功的連上了，就是說大家在正常使用的時候，我感覺這個飛行模式還是關不了。如果開啟飛行模式的話，它有可能是連接不上的。好，大家可以現在看一下實際的距離，實際的距離現在還是20多米吧，20多米，它現在顯示的是信號強。啊？還有什麼？我操！不會吧？就是稍微的隔一點就嘎了呀。沒嘎。聽得見嗎？聽得見，有聲音是吧？對。因為我這直接顯示的是信號弱呀。我這邊顯示信號強。OK， 現在還有聲音對吧？有聲音。哎呦，那這個還挺厲害的嘛。能這麼遠。現在有點卡了，現在有點卡。現在有點卡是吧？對，啊，剛剛有點卡，現在不卡了。現在又不卡了。對。OK， 那就是說明小米這個無網通，它其實整體的這個叫什麼啊？現在又卡了。整體的這個還是挺厲害的。那肯定卡了，我現在在那個湖邊了。現在還有嗎？喂？很卡。現在還有聲音嗎？沒有聲音了。現在好了。啊？現在好了，剛剛又卡了。
差不多到极限了是吧？对。OK， 好，明白了。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基本上是100多米的一个距離吧。我操，你在哪？但是中间是有非常多的遮挡的。然后它现在这个网絡就是这个无网通，就是信号显示是弱，然后我们说话它这个声音其實也不清晰。但是在特定的這個極限場景下，比如說地震來了之類的場景下，它應該是它這裡是有這個默認自動開啟的一個功能的。我來進行它無網通的一個距離測試啊，還是到我們的這個無網通，然後直接撥打。OK，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連接上了，而且是純直線連接，但是這個距離也就隔了點人吧，它就顯示這個信號弱啊。我看一下，在無遮擋情況下，它能夠到多遠 ？OK， 現在整體的距離是80多米，浩哥還清晰的吧？還清晰。OK。啊，快點回來吧。好。雖然它一直顯示信號弱啊，但是在現在這個場景下，它是非常的穩的啊。喂。啊，能聽見。沒。還挺穩的。可以。沒聲音了，你這邊？可以。還有聲音是吧？你這邊的這個信號質量怎麼樣？還可以是吧？還可以，那估計要你開始走了。等一下啊，我先測一下距離。好，現在的距離是150米左右，150米是沒問題的。然後浩哥，你開始走吧。對，現在有點斷斷續續。那你就繞那個浮盤那裡吧。能看到我位置嗎？我肯定是看不到呀。OK， 現在我們小夥伴就在浮牌的，就是我們盡頭的那個位置。我看一下具體的距離啊，那基本上直線距離就是400米，380米左右。對。OK， 好。那就這樣子唄。行，那我掛了啊。你再等我一下，我回來了。沒有嘛，你測那邊是標的嗎？啊？不是你測那邊是標的嗎？都300多了。因為沒事。因為一開始你在中間呀，你走過去了，它不就是又有一倍嘛？100多米加100多米嘛。OK， 經過我們的一個實際測試，它的這個無網通的一個距離，如果只是單個手機，就2台手機在這麼一個無網通的距離內，那麼它的這個極限應該是350米、380米左右，就是在沒有遮擋情況下，因為我們這裡是全都是一個完全開闊的一個水面嘛，所以說它整體的這個傳輸距離應該是比較接近，就是實測的那個無遮擋情況下的一個距離。這個距離還是非常可以的，這比我想象的要遠很多很多了啊。因為它整體就是靠手機那麼一個小小的那個功率嘛，它主要是靠藍牙嘛，它能夠有這樣一個表現，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棒了啊，挺好的。但是整體邏輯我覺得它應該稍微優化優化，畢竟有很多人他是不知道有這個功能的啊，稍微宣傳一下唄，以防在這種叫什麼極限情況下，然後大家不會用，因為它默認是不開啟的，只有在
遇到什麼地震啊什麼的情況下，它才会自動開啟。而且這個自動開，我個人是沒有辦法去測試這個自動開的一個水平的啊。好，那麼這就是咱們今天的這期小小的一個測試啊，其實還是比較好的，測試了一下这個小米5網通的一個距離，能夠給大家心裡有那麼一個小小的底啊。那麼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的話，一定記得點亮投幣收藏一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然後帶大家一起看一下這個超絕的常州西太湖的這麼一個夕陽加湖水，哇！太棒了，這個風景太絕了，哇，這就像一片海面一樣。